这样，我可以问一下，像几年前也有针对像中国中兴，他们已经可以，你那时候就已经预言说他们可以做出来7奈米的 BUB，用那个多层布光去做。那现在连设备在美国的禁令之下，像新凯莱他们也做了一些，在封锁之下，他们也做出28奈米以下的设备，等于是有一些突破。那意思是说，像您是非常熟悉 EUV 的部分，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，中国是不需要 EUV 就可以达成在制程方面、在设备方面都可以跟大家一样，最多可以跟台积的7奈米、5奈米、3奈米的世代是一样，做出一样的效果嘛？然后在成本上面的比较是怎么样？我教学生创业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假使你真的碰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重新定义一个 problem，OK，redefine your problem。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发明了他发明不出一个很好的胶，对不对？3M Company 发明不出很好的胶，可是他想我这个胶很糟糕，但是它很容易拿出来又可以贴上去，回去是我们方便贴，他就重新定义那个货物，就出来了。那我想也一样的，我刚好摩尔定律我就给它重新定义。那我想对于这些中国现在怎么样？他们也可以重新定义，他不一定跟你们挤7奈米、5奈米，他可以从别的上去达到这个目的。比如说现在很辛苦，你说5奈米到3奈米、3奈米、2奈米可以做，但是花很多力气，成本会提高很多。你重新定义的话，你用7奈米的东西做5奈米可以做的事情，可以做将来都会做的事情。或许你用新的材料啊，或许你用新的那个 architecture 等等，就可以达到原来你要缩小的那个事情也可以。所以比如说他最近不是有那个叫做什么 DeepSeek 是吧？对啊，他就是他不跟你们用同样的方法，他达到因为更快更好达到目的。所以有一天说不定大陆那些呢想出一些东西来，把我们做3奈米、2奈米这样辛苦完全去掉，不需要那么辛苦，但是可以做出我们要功能的东西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边就非常麻烦了，因为它的价钱又低，它的市场又大，所以我们一天到晚逼他一个他没有办法，他非常努力去投资去去去发明的话，说不定出来一个东西把你们全部就像 DeepSeek 一样，那大家都完全吓到。院长，我们看那个台积，它下礼拜就是要有一个那个2奈米的那个一个活动了，然后代表我们正式进入了2奈米 GAA 的一个架构的世代，那也代表了我们跟三星或者是 Intel 的一个世代的一个差距了。这是在我们当年10年前，或是完全没有想过说这个差距台积电会拉开那么大。那您觉得说看三星或者是 Intel 现在还有没有机会？因为这两家公司也面临到只要1、2个世代落后之后，好像就追不上来了。那您看 Intel 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再追上来？因为他们现在在重整当中嘛。对，Intel 有整个政府做它的做它的后盾了。我想是这样子，我们不讲政府了，讲各公司的那个的实力哈。我想台积电有一个比其他的公司最重要的路，就是台积电有很多 有很多那个 custom，我去看到都是客户，客户是数百好几百客户，三星没有那么多客户，Intel 更加没有这么客户。我们从这个客户当中，这是一个互助的团体，客户可以帮我们很多忙，他可以批出很多挑战给我们干，所以我们得到的挑战也比他们要快、要多、要早。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说呢，台积电别人永远追不上的，而且台积这个量，你的量多的话呢，你也比别人做得快，也做得好。那别人没有量呢，也有花很多功夫去追，谁追不上？所以，但是台积电也不能够自己太骄傲，太松散，
还是要继续不断的努力。台积开始跟联电大概2000年之前跟联电怎么样一样呢？我自己很深受感觉，就是说来开机云啊，我觉得是台积电有跟我们两位只是一样的，自己有联电犯了错，所以然后 Intel 啊，我这里一辈子都做半导体有吧。我最遗憾的结果，我没有打在 Intel，我很努力想打在 Intel，没有成。Intel 真的很厉害，可是我也很意外，他们现在台积电卡，我很高兴。退休了以后，我以前的老同事他们，他以前也很好，他们冒险都过了。夜路走多都会碰到鬼吧？他碰到了，我的姐姐是这样子，在台积电也都有比较大实力，而且去做。